你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哈的荧光笔工作室。那你是不是在马来西亚呢？很常听到这一句话啊，我们马来西亚是很幸运的啊，因为我们是一个没有天灾的国家。真的是这样吗？难道水灾就不算天灾啊？还是说呢，我们马来西亚人已经对这个水灾呢麻木无感，不把它当做一回事了呢？其实呢，每一年的年末到年初呢，都是马来西亚水灾的旺季，因为气候变迁啦，也因为城市化啦，我们马来西亚爆发水灾的频率呢，不单只变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呢还越来越严重。我们今天呢 highlight 就要整理出马来西亚史上最严重的5次水灾。这个时间是从1969年呢跨越到2021年的，就让我们一起呢来借古喻今，找找这个解决水灾的一个好方法吧。1969年居銮大水灾。1969年的12月呢，南马柔佛州呢就连续几天下起了豪雨，有很多地方呢都发生了水灾。可是呢，唯独是居銮的灾情是最为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的雨量太大，就引发了这个山洪，导致居銮的这个明吉摩河 Sungai Mengkibo 河水暴涨，洪水呢还四处串流，就连没有发生过水灾的居銮市区也被河水淹没。哇，你看到照片吗？你甚至呢都还可以看得到那个洪水巨大的浪花将人冲走啊！更严重的是呢，这个洪水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不单只呢冲断了木桥，还让马路坍塌，还冲走了大水管，导致这个市区呢治水，就连这个电流的供应呢也被中断了。最后呢，居銮就变成了一片泽国，有很多人呢只能够爬上屋顶去避难，等待英军出动3班还有直升机来进行救援。而且呢，大家也不要忘记哦，在当时候的那个年代我们的通讯系统并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嘛，不像我们现在每个人一个手机随时都可以通过电话刷一刷 Facebook 就收到了这个资讯，告诉大家要怎么避难方法等等。这个在当年是完全不可能的。你在屋顶上呢，也只能够很无助的请求上天的波比，而且你也不会知道有没有人来救你，什么时候来救你。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年资讯流通有限，洪水又来得太过突然，导致有很多居民呢来不及逃生，甚至呢还有人被困在木屋里面，结果人和木屋都一起被洪水冲走。根据估计居銮最大的这一场水灾呢，总共带走了20条人命，以及无法计算的财务损失。政府说呢，这一场水灾爆发呢是源自于明吉摩河的上游不断开发，导致这个河床越来越浅，结果就一语成灾。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居銮的朋友呢？不介意的话呢，可以留言分享一下你或者是你爸爸妈妈的经验和看法哦。1971年大水灾。1970年的12月，圣诞节才刚刚过去，马来半岛呢却因为季候风下起了长达1个礼拜的暴雨，而这一场雨几乎是没有停过的。1971年的1月份呢，马来西亚已经没有心思庆祝新年了，因为呢整个半岛各地都开始爆发严重的水灾。那虽然呢这几年主流媒体都把这一次的水灾呢称为1971年吉隆坡大水灾，但是实情是呢这一场灾难呢几乎是袭击了整个马来半岛，只是除了槟城、吉打和玻璃市逃过一劫，其他的州属呢都没有逃过，所以官方呢就将这场水灾呢命名为 The Big Flood Bencana Banjir。当年的首相呢，敦阿杜拉萨接受官员汇报之后呢，他就意识到了这一场水灾呢是堪比1926年英殖民时代的那个 Great Flood， 是历来最严重的大水灾。于是呢，他就赶紧在1月5号颁布了这个紧急状态，劝各地的这个村民呢要撤离到比较高的地方。那因为呢，马来西亚有很多的村庄还有城镇呢都是沿着河流去发展的嘛，所以呢，当时候的河流水位几乎都暴涨，就导致了很多的道路还有住宅都已经被淹没了。比如说，当时的吉隆坡，大约有60%的地区都泡在水里，交通的要道呢又这样子中断，连独立广场呢也被淹没，几乎是汪洋一片哇，听起来很严重，对不对？其实还有更严重的，那就是彭亨州了。
因为这个洪水的肆虐啊，澎湖就在短短的24小时之内呢，不单只是淹水哦，还有很多地区呢被这个洪水还有土崩摧毁，切断了通往东海岸还有新加坡的这一个铁路以及道路。当时候呢，整个马来半岛呢几乎都被洪水瘫痪，数以千计的人呢受到影响，而死亡人数更是高达40人。所以真的千万不要小看水灾哦。根据政府的这个灾后调查就发现呢，这场灾难呢源自于排水设施不足，无法应对大量的雨水。于是呢，联邦政府才开始制定吉隆坡洪水防治计划，耗资3亿令吉，全力提升雪隆一带的排水系统，以避免悲剧再次发生。有人有经历过这一场水灾吗？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们的经历。Next，2014年到2015年全国大水灾。2014年的12月呢，同样是因为这个东北季候风所带来的暴雨啊，在印尼、泰国南部以及马来西亚呢，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洪水，这也是马来西亚30年来呢最严重的水灾。从2014年的12月呢，一直就持续到了2015年的1月份，范围呢就涵盖了西马9州以及东马的沙巴和沙拉越。那虽然呢，我们都一直说这个暴雨呢导致水灾，可是这个雨到底有多大呢？是不是没有概念嘞？举个例吉隆坡呢，平时1个月的正常的降雨量呢，大约是200毫米。可是呢，这一次的大水灾呢，一天的降雨量呢，才1天哦，就255毫米，等于呢1天就下完1个月的雨还要超过，你说是不是很严重呢？不过呢，最严重的呢就要数东海岸的吉兰丹州了。那因为呢持续的强降雨所以这个情况呢不断的恶化。吉兰丹河的水位更是达到了历史新高，本来25米呢已经是危险水位了，可是这一次呢竟然冲破34米，足足高出了30%。吉兰丹的水电通讯交通也中断，整个城市呢几乎是瘫痪的。当时候呢，还有灾民就指责政府呢救灾速度太慢了，还把矛头呢指向我们的前首相纳吉。为什么怪他呢？因为这张照片。水灾已经爆发了，你还跟美国的奥巴马在那边打 golf， 你是想怎样哦？所以呢，这张照片呢就在社群媒体上广传可以说是民怨沸腾其实呢，会生气呢也是应该的那因为呢，这个重灾区吉兰丹呢，不单指当时候没水没电，连物资呢也开始短缺。虽然有很多的救援中心的物资呢有很多，可是灾民拿不到，所以呢，有人就开始呢争物资啦，甚至还要偷食物，还因为没有水，小孩呢被逼要啃干的面条，妈妈呢还得要用雨水泡奶粉给 baby 喝。而更可悲的是还有人发灾难财，1瓶水卖5块钱，1个蜡烛卖14块钱。很多的这个灾民呢，为了生存只能够忍痛买下去。如果换成你是灾民你会不会骂纳吉？这次的大水灾呢，估计有50万人受到影响，死亡人数呢有21人，损失超过10亿令吉。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虽然呢，官方的说法是因为季候风和涨潮所导致，不过呢，专家却批评说其实吉兰丹没有节制的这个伐木活动以及治水工程严重不足，才是水灾真正的源头。你认同哪一个说法呢？2017年槟城大水灾。2017年的11月，一场前所未见的暴风雨袭击槟城还有吉打，连续18个小时的这个豪雨呢，再加上这个海水的倒灌导致了80%的槟城呢都泡在水中。槟城国际机场的航班呢没有办法起降，工业区呢也不能运作，连世界文化遗产乔治市呢也逃不过水灾的魔掌。那这一场30年来最严重的大水灾呢，几乎淹没了整个槟城。当时有很多的槟城人呢，不间断的在 Facebook 分享灾情，什么车子被困在水中河流决堤等等，这些都已经不算是什么了。更恐怖的是连渡轮也被吹上岸，甚至呢还有土崩地裂的恐怖画面。由于这场狂风暴雨呢，已经是到达了危险的临界点所以呢，当时候的槟城首长林冠英呢，就在凌晨3点半call 这个副首相阿莫扎西向他求助，希望呢他可以派军队来救灾。Air sampai 10 kaki, 12 kaki melepasi bumbung di Pulau Pinang. Pusat penyelamatan tak ada bekalan elektrik. Pulau Pinang minta bantuan daripada Angkatan Kerja Malaysia.
因为这一次的水灾实在是太严重了，所以呢，有很多的槟城人啊就批评这个气象局后知后觉，说他们呢只是发出降雨量60毫米的黄色警报，大家根本来不及防灾。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说呢，这一切都是预料之外的天灾呢？不一定哦。根据报道啊，连气象的爱好者，也就是那些呢真正喜欢气象、闲暇时候呢会研究一下气象的业余爱好者，他们都已经在10月底的时候发现了2个形成中的热带扰动。分别是95W 还有96W 的这个热带低气压。所谓的热带扰动是什么呢？就是台风的前身啦。虽然呢它的威力没有台风那么强啊，但是也算是破坏力蛮大的弱台风哦。96W 呢最后强化为袭击越南的丹瑞台风，而没有形成台风的95W 呢则是登陆了槟城，单日降雨量呢更是创下了纪录，高达458毫米，等于呢在短短的4个小时之内呢降下了1个月的雨量。还有网友呢就分享说啊，当天晚上的这个风势呢大到窗外呢都发出了那种呜的声音啊，就好像是他在台湾听到的台风一样。你说对于很少见到这种灾难的朋友们，是不是觉得会很恐怖呢？最后呢，这一场快变台风，可是又不是台风的95W 暴风雨呢，就在槟城停留了长达12个小时，导致了7个人死亡，1万人紧急撤离，这也成了槟城人心中最大的阴影。来，有没有经历过的槟榔郎留言晒一下？2021年、2022年8州大水灾。2021年12月到2022年的1月，也就是前年的年底啊，马来西亚就爆发了50年以来呢最严重的大水灾，波及了马来西亚的8个州属还有联邦直辖区。而这一场水灾呢，也打破了2014年的记录。怎么说呢？因为啊，连日的这个暴雨呢，全国共有224条道路淹水，甚至坍塌，还有数百位的这个驾车人士呢被洪水困在高速公路，不然呢就是被洪水逼到必须弃车而逃的情况。那至于首都吉隆坡呢，则是汪洋一片啊，有很多的上班族呢都回不了家，而在家的呢却出不去。结果呢，社群媒体上面呢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求助的讯息。本来大家还可以稍微开自己的玩笑啊，以为很快就会没有事情嘛，对不对？没有想到呢，有一些地方开始断水断电，连通讯呢也中断，联络不上家人的时候，这才开始觉得事情大条了。Saya baru bercakap dengan Panglima Tentera Darat supaya menggerakkan lebih ramai anggota tentera keluar malam ini berserta dengan aset untuk membantu perpindahan. 那虽然呢，首相说啊，政府已经派出了6万名军警还有消防人员参与救灾，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抨击政府呢救灾不力，行动缓慢。I was actually disappointed of the government because it is so slow, and I know there's a lot of people doing their work and then all the bombers coming down and everything, but it's slow. 有很多的民众呢，迟迟都等不到救援，还有物资，甚至呢还有人呢受困了整2天，陷入了饥饿还有绝望当中。不过幸好呢，我们不靠政府，还是可以靠自己嘛，这就是马来西亚人的坚强。OK， 很多民众还有 NGO 呢就自行发起了这个救援工作，他们呢一边救人也一边派送物资，最后呢搞到很多人呢就将政府呢 hashtag 为杀人政府 Kerajaan Pembunuh， 甚至呢还一度登上了 Twitter 的热搜。那很多人就问了为什么呢？政府有这么多的资源，有船啦，有直升机啦，也有专业的这个救灾团队啦，可是行动却如此的缓慢呢？那其实呢，这次的大水灾啊，之所以会引起关注，是因为很罕见的发生在西海岸，尤其是在首都一带。东海岸的吉兰丹、彭亨、登嘉楼几乎年年都有灾情啊，所以准备就比较周全，民众的这个关注度呢也比较低。广州啊，对不对？那这一次呢，不只是西海岸的人措手不及，连政府呢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么大的水灾，这就间接导致了救灾行动慢了很多拍。不过呢，我们也得承认啦哈，这次的受灾范围还有破坏程度确实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连政府呢都说这是100年一遇的大水灾。可是又回到一个老问题，难道气象局没有办法预测水灾的没？它不可以通报其他的政府单位的没？气象局面对民众的质问之后呢，就宣称他们已经发出警告了，是民众自己忽略了这个气象预报。真的是这样吗？那根据媒体的事实查核之后发现啊，他们其实只对雪龙发出黄色警报，当时候他们改发红色警报的时候呢，水灾已经正在发生中了，是不是跟前面的这个槟城水灾很像嘞？那又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型的水灾呢？那是因为29W 热带低气压。对，又跟槟城大水灾一模一样。
其实这个29W 呢，一早就在南中国海形成了，可是呢，气象局却没有预报。当29W 登陆马来半岛过境中部的时候呢，就带来了巨量的这个暴雨。那雪龙呢，也就跟2017年的槟城一样，单日降雨量创下了纪录，高达380毫米，单日就下了1个月的雨量。因此呢，我们可以说啊，2021年的巴州大水灾呢，只是重演了2017年的槟城大水灾。看来我们似乎从来都没有从历史当中呢学会任何的教训。好了，最后呢，我们就请大家来看看这2张照片。这是网友呢将1971年的水灾跟2021年的水灾做对比。是不是很像嘞？他就问大家说啊，今天的马来西亚到底有没有比50年前更进步呢？这题好像很难回答。时代不一样了，我们多了很多的高楼大厦，可是呢，我们似乎呢都还在面对着同一场水灾。不知道你有什么样子的答案呢？没有关系，我们 highlight 之后呢，还会做一集为什么马来西亚会一直水灾。想要知道答案的朋友，就要留守 highlight 的这个 YouTube 频道。无论你有没有经历过水灾，都可以在下方留言。或者是如果看着的朋友，因为我们的朋友都是卧虎藏龙了，你是相关单位或者是相关专业的朋友，能不能够在我们的留言区讨论，跟我们一起来分析政府 Forever 慢半拍的这个救灾反应到底关键问题出现在哪里？我们也欢迎大家呢一起集思广益，找答案。那我们就留言区见喽。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支影片呢，或者是这种知识型关于马来西亚社会的这些内容呢，可以帮我们分享出去。你也可以订阅我们，我们每个礼拜3还有礼拜6呢都会上新片。当然，如果你希望我们荧光笔呢可以持续永续的进行下去，一直不停的有办法做这么多影片给大家的话，加入我们的会员每个月1点点钱就可以了。或者是你可以直接 donate 啦哈，会员还有这个 donate 的方式可以透过 YouTube， 或者是如果你是商家想要找我们来配合的话呢，就直接 email 我们或者是联系我们吧。还有我们还有其他短片都可以在这些平台看到，赶快去追踪我们咯。我是莹莹，我们下支影片再见。